楚风，快跑啊！就算你靠自己，也不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找死吗？此刻，女王大人简直快气疯了。毕竟，楚风站在原地，那死剑下一刻就会接近。楚风这简直就是找死。果不其然，紧随其后的死剑，携带耀眼金光以及滔天杀意，瞬息而至，已对着楚风的背部刺杀而来。然而，就在死剑即将刺中楚风之际，楚风竟然身形一闪，躲了过去。躲过了。眼见着楚风躲过，女王大人那慌乱的眼眸之中涌现出了一抹庆幸。然而就在下一刻，她眼中的庆幸便瞬息消失，因为女王大人惊愕地发现，楚风竟然伸出了手，抓向了那把死剑。楚风一把抓住了死剑的剑柄。见此一幕，女王大人刚想要斥责楚风，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你居然做到了！”远古战剑，这是远古战剑的声音。楚风不仅触碰了死剑，还握住了死剑的剑柄。然而楚风却没有死。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楚风，你简直太棒了，真是亏你的想得到。此刻，女王大人脸上的凝重与担心终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那抹迷人的甜美笑容，那激动的在界灵空间内又蹦又跳，不亦乐乎。而就在此时，下方那99999把剑开始消失。原来生剑就是死剑，死剑就是生剑，想要得生剑，必须握死剑。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死剑就是生剑的？远古战剑好奇地问道。首先，死剑速度太快，若是在那99999把剑中寻找，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不符合常理。除非是前辈本身就不打算让我通过这考验，但我觉得前辈不是这种人。楚风说道。很好，你小子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继续说。远古战剑说道。还有就是，前辈乃是强大的攻杀秘籍，既然生剑是本体，那么散发着强大力量的死剑便最是像您，也最该是您。但以上皆是分析，在握到死剑之前，其实我的内心也很是忐忑和不安的。楚风说道。这个有点意思，你分析得如此透彻，为何还会忐忑？我看你明明一直很是自信啊。远古战剑问道。楚风苦笑一声，这才说道。我不怕前辈笑话，可说句大实话，我也怕死，而先前可真是生死攸关。哈哈，好一句，我也怕死。世人皆怕死，可能以生命为代价，勇往直前者才能取得大的成就。修武之路就当如此，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此处远古战族之人，虽然拥有着良好的血脉，可因不知进取，便沦落到了今日这般田地。这样一群无能之辈，也敢整日想着征服于我，实在是妄想。远古战剑很是愤慨地说道。其实也正因您对此处的人不满意，实在是无人可选，所以前辈才选择了我吧？楚风问道。你说的对，按理来说，我本该为远古战族之人所用，可此处之人却没有一个合我心意的，包括当初那个叫做战海川的小子。他虽然天赋不错，可性格却不对我的胃口。这么多年，我从未沉睡，一直观察着一切，寻找者与我有缘之人，转眼属在，我当真是太寂寞了。我本是杀伐利器，奈何成了供奉之品，这绝非我所愿，也非创造我之人所愿。难得我遇见对胃口之人，索性不再给自己套上枷锁，便绝对追随于你。远古战剑说道。可前辈还是考验了我。楚风哭笑不得，虽然眼下成功了，可回想之前的一幕幕，可谓步步杀机。也许只要走错一步，此刻的楚风就将是两个下场。莫说得到远古战剑的认可，恐怕早已命丧黄泉。我毕竟是远古战剑，远古战族的9大秘籍之一，怎能随随便便就追随你这么一个毛头小子？考验是自然要有的。况且，虽然你进入战族古域后所做的一切就都被我看到，可我还是无法确定你的心性。这最后的考验，也是想做最后的确定。而你并没有让我失望，虽然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可也的确有资格拥有我的力量。楚风说道。前辈过奖了，只是前辈，你先前说9大秘籍，不是说只有3大秘籍吗？楚风问道。此处之人什么都不懂，根本称不上是远古战族之人，他们懂个屁！当年远古战族的先祖共创造了9大秘籍，这9大秘籍皆以兵器为本体，皆是攻杀之技，一个强过一个。在那9大秘籍之中，我也只能排到第3而已。第3，前辈您的实力居然只是第3。楚风很是惊讶，远古战剑的气息他感受过了，那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强到没有边际。没错，只是第3。不过秘籍的强弱与主人本身有关，若是你小子日后争气，也许我日后与那2个老家伙对峙，也未必会落下风。所以楚风，你要记住，9大秘籍之中，遇到比我强的不要怕，遇到比我弱不要，皆要认真对待才成。远古战剑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晚辈知道了。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将我的力量托付于你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是，否则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放过你。远古战剑说话之间，楚风手中的金剑便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前辈，先别急着走，能否告诉我，远古战族的本族到底身在何处？他们是否还存在？又强大到什么地步？而这战族古域的开创者，为何要携带3大秘籍来到此处？此处是战族之人所创，怎么有妖族之人？而妖族又有何等来历？为何当年的战海川又不灭掉妖族？楚风知道远古战剑是要彻底归顺于他，可是楚风害怕远古战剑归顺之后不再说话，便连忙发问，想解开心中的谜团。浩瀚修武剑，苍穹斗乾坤，若什么都告知于你，那岂不是很无聊？索性还是你亲身去探索吧，想知道什么就去探索什么，那样才是乐趣。楚风的视线开始变化，很快眼前的空间就崩塌消失，楚风已经重新回到了战族古域，回到了远古战族众人的身旁。然而远古战剑的声音却依然在楚风的耳边久久未散。浩瀚修武剑，苍穹斗乾坤。楚风的内心
还在为10个字而震撼着，因为只是这简单的10个字，却再次告知了楚风这浩瀚天外究竟有多庞大。而那对楚风是充斥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的。楚风大哥，您居然没事，太好了，这可实在是太好了。忽然，一道喜悦无比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是战灵童。不仅战灵童站在楚风的身边，战灵灵也同样站在楚风的身旁。他们2个见楚风此刻不仅恢复原状，还安然无恙，皆是笑得合不拢嘴，甚是开心。楚风少侠，莫非你已经得到了战舰大人的认可？远古战族族长也是来到楚风身前问道。与此同时，几乎远古战族在场的所有人都用那复杂的目光看着楚风，很想从楚风的口中得到确切的答案。诸位前辈，实不相瞒，战舰大人现在的确已在我的体内，我已经得到了战舰大人的认可，只是战舰大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强，短时间之内我也无法彻底掌握，恐怕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楚风并未隐瞒，如实交代，因为这种事情就算他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先前的话在场的都听到了，先前的事情在场的也都见到了。远古战舰本来覆盖在他的身上，现在融入其体内，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楚风已经得到了远古战舰，这个他远古战族都无人能够征服的强大秘籍。楚风少侠当真是天纵奇才，居然能够得到战舰大人的认可。只是楚风少侠，战舰大人乃是属于我远古战族的，我们恐怕不能让你将战舰大人带走。远古战族族长说道。这群不要脸的，你先前可是救了他们，他们现在居然和你要回远古战舰，若不是你，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很是愤慨。楚风的内心其实也有点不舒服，但表面上仍旧心平气和地说道。族长大人，其实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考验，战舰大人对我的考验，现在我已经经过了考验，这才得到了战舰大人的认可。既然战舰大人选择了我，我也不好辜负了他，所以我怕是不能将战舰大人交出来了。楚风少侠，我们待你为上宾，你怎能如此待我们？你明知道战舰大人乃是我远古战族的无上至宝，你怎能将其夺走？一位长老面露怒意，竟对楚风指手画脚。见状，楚风也是脸色阴沉，说道：你们可不要忘记，先前你们的战舰大人是要杀了你们的，若不是我站出来，你们现在已经死了，你们就是这样报答恩人的吗？楚风此话一出，远古战族的众人倒是沉默了许多。你将战舰大人归还于我们，我们宁愿被战舰大人斩杀，也不能让你将其带走，否则我们对不起先祖。沉默片刻后，那位长老再度说道。然而听得此话，楚风却是笑了，只不过这抹笑容很是讽刺。战舰大人选择我是他自己的意愿，否则以他的力量，我也无法强迫他。你们现在有违战舰大人的意愿，这就是对得起先祖了，真是笑话。恕我直言，我并非不能将战舰大人归还于你们，只是就算我归还了，你们的下场也可能更惨。楚风说道。那位长老虽然气得脸色涨红，可却又说不出什么。先前的一切他们记忆犹新，深知楚风所言并非不可能，所以这一刻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远古战族的族长，想让这位族长大人来定夺。当然，若是族长大人想让楚风将远古战舰带走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楚风少侠，倘若你真的想要归还，其实倒也是有方法的。当初先祖大人就怕3大秘籍暴走，所以特意留下了一座大阵，那大阵有着压制3大秘籍的力量。我们当初尊重战舰大人，一直没有将他封在大阵内，想不到他竟然真的会暴走，甚至要杀我们。现在来看，还真是要将他封入那大阵之内了。远古战族族长说道。对啊，我们怎么差点忘记，我们还有先祖大人留下的大阵。这一刻，众位长老也是纷纷附和。你们的意思是让我将战舰大人放入那座阵法之内，被你们封印起来？楚风眉头皱起，冷声问道。楚风少侠，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肯定不想我们死在战舰大人的手中，而这是最好的办法。远古战族族长说道。我的确不想你们死，否则先前就不会替你们死。可是我也说过，战舰大人既然选择了我，那我便不能辜负了他的期望，更不可能将他放入那所谓的大阵之中。所以抱歉，对于这件事情，我怕是不能答应。楚风坚决地说道。就在此时，远古战族族长猛然拔出一把金色的长枪，指向了楚风。此剑一出，一股磅礴的威压便笼罩了楚风。楚风竟然动弹不得。那长枪是祖兵，而远古战族族长好歹也是4品5祖，并且拥有比楚风还强大1品的战力。他使用祖兵压制楚风，楚风自然是难以抗衡。父亲大人，您这是做什么？楚风大哥，他可是我和姐姐的救命恩人啊！战灵童赶忙冲上前去。父亲大人，我求求您，快住手！楚风他对我们有恩，我们不能恩将仇报。紧随其后，战灵灵竟然跪在了远古战族族长的面前。滚开！然而远古战族族长大袖一挥，一阵劲风掀起，便将战灵童与战灵灵推到了两侧。此刻，远古战族族长依然用手中的金色长枪指着楚风，只是眼中却也有着复杂之色。楚风少侠，战舰大人乃是与我远古战族，你当真不肯归还？远古战族族长问道。除非你杀了我，否则我不可能将远古战舰归还。楚风说道。我不会杀了你，因为你对我远古战族有恩。若是杀了你，我远古战族就真的成了恩将仇报、不仁不义之流。可是战舰大人对我远古战族来说实在太过重要，我也不能放任你带着他走，所以只能委屈楚风少侠，再在我远古战族多逗留一些时日了。话到此处，远古战族族长便瞬息来到楚风近前，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肩膀。下一刻，楚风眼前的画面急速闪烁。当一切平静下来之时，楚风已经离开了先前所在之地，来到了一座地牢之中。楚风少侠，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只要你肯配合我们，
将战舰大人仿佛大阵之内，我便立刻放你离去，并且我会为今日的行为向你道歉。说完这句话，远古战族族长满是歉意地向楚风抱了抱拳，随后只听当的一声，牢笼关闭，这座牢笼便只剩下了楚风。楚风四下观望，打量了一番，发现这座牢笼还真不简单，怕是以他现在的实力，短时间之内很难强行破开这牢笼。不过也只是短时间之内，毕竟楚风是仙袍界灵师，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这牢笼绝对困不住他。真是混账，竟然恩将仇报！楚风拿出邪神剑，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否则他还真以为咱们是好欺负的了。不成！女王大人气得咬牙切齿，一双小拳头也是我的滋滋作响，看来他是真的被气坏了。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却忽然意念一动，进入了界灵空间之内，看着眼前的女王大人，嘴角不由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都什么时候了，你都沦为阶下囚了，你都命在旦夕了，你居然还笑得出来？你什么时候心变得这么大了？见楚风居然处变不惊，女王大人顿时变得更加不开心了。然而楚风嘴角的笑意反而更浓了，说道：女王大人对我的爱还真是够深啊，每每遇到难题，你都要比我还要紧张。听得此话，女王大人的小脸竟然不由得一红，随后贝齿紧咬下唇，脸上的怒意不减反增。呸！臭不要脸的，谁对你有爱？我只是不想你死了，把我也给害死，是吗？那为何先前我征服远古战舰快要失败的时候，看到有人急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楚风笑眯眯地问道：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想死，和你没关系好吗？女王大人一脸一扬，很是傲娇地说道：不用解释了，我的女王大人，我什么都知道的。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并且一边说话还一边向女王大人走来。再敢贫嘴，信不信不用那远古战族对你出手，本女王现在就灭了你！女王大人面露怒容，下一刻一股磅礴的威压便散发而出，竟将楚风逼得连连后退。这一刻，楚风面露又惊又喜之色，看着眼前这个凶巴巴的小美女，竟面露笑容道：二品无祖，逆战五品战力，我的女王大人，你的修为竟然已经突破到了这个地步。楚风很是惊喜，在此之前，女王大人的修为可没有这么厉害，战力也没有现在这么恐怖。想必定是楚风利用邪神剑斩杀孔氏天族真仙的时候，女王大人炼化了他们的本源，修为才会增长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只是楚风没有想到，女王大人不仅修为提升，竟然连战力都提升了。楚风现如今还只是逆战3品，哪怕是拥有战族血脉的远古战族之人，也唯有修为踏入五祖之后，才拥有逆战4品战力。但是女王大人竟然拥有逆战5品战力，这样恐怖的实力，不得不让楚风赞叹。对啊，之前你的力量被邪神剑封锁，本女王的修为也被封锁，只顾着紧张，都忘记感知我的修为了。想不到本女王现如今已是2品无祖，就连战力也提升了。看来真仙的本源不仅好吃，而且很有用吗？哈哈！此刻女王大人也是高兴得不得了。楚风，快放本女王出去，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不知好歹的远古战族之人。女王大人兴奋地说道。之前她很担心楚风的安危，才会那般紧张与焦躁，但是现在她已经不那么担心了。向来对自己自信的女王大人，此刻发现自己修为已经提升为2品无祖，并且拥有逆战5品战力后，已然觉得她能够与远古战族族长一战，甚至她想现在就出去，在这远古战族大闹一场。不行，我的蛋蛋，你的实力虽然很强，可远古战族族长却也不弱，我不想你冒这个险。然而楚风却是一口拒绝。虽然女王大人拥有逆战5品的战力，战力比远古战族族长高出1品，可是修为上，远古战族族长却是4品无祖，要比女王大人高出2品，所以总体来说，女王大人还是要弱于远古战族族长1品实力的。而远古战族族长毕竟得到了远古战族的真传，掌握着怎样的手段，楚风并不清楚。这个险，楚风自然不想女王大人去冒。你看也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一群没用废物，本女王可不怕他们。女王大人说道：你就算不怕远古战族的族长，可也要提防战灵童的爷爷。那位闭关之前是4品无祖，并且一直在突破中，搞不好现在已经是5品无祖，并且他还掌握着3大秘籍之一的远古战符。我真的不想你与他交手。楚风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搞不好那个老家伙出关之后就会直接杀了你。女王大人说道。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这样对我也好，我就可以不念情面的做我想做的事了。楚风说道。原来你早就有了主意。听楚风这样一说，女王大人这才面露喜色道：快和我说说你想怎么做。现在我虽然是阶下囚，但远古战族显然远不如孔氏天族，自然也就没有达到让我非要使用邪神剑的地步。并且最重要的是，我的修为虽然不如他们，可是我好歹也是仙袍界灵师，我的结界之术显然是要比他们强的。此处的牢笼虽然附加了厉害的结界，我用寻常的手段也出不去，可若是使用非寻常的手段，我便可以出去。别忘记，连孔氏天族我都能来去自如。楚风很是自信地说道。你是说你要布置隐身避仙阵？女王大人说道。没错，就是隐身避仙阵。他们既然短时间内不会杀掉我，我便可以花些时间用隐身避仙阵离开此处。我不仅要离开这座牢笼，我还要找到那处悟道之地。既然来了，我就绝不会空手而归。楚风说道。好，就这么定了。女王大人说道。等一下。忽然楚风目光一紧。怎么了？女王大人问道。好像有人来了。楚风说完此话，便将意识投射到身体。果不其然，楚风发现这座牢笼的大门正在被人开启。很快牢笼被打开，一道身影也是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只是看到这位后，楚风并没有惶恐，反而很是惊讶，因为这位既不是族长，也不是长老，竟是战灵灵。恩公，实在抱歉，我族不仁不义，让您受苦了。战灵灵进来后满是歉意，但却并未说太多废话，而是直入主题，一把抓住楚风道：
恩公，这里的护卫已经被我弟弟引开了，就趁现在，我们快走，否则晚了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他竟然是来救楚风的，这样出去，怕是不行。你和你弟弟会受你父亲责罚的。楚风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战玲玲是怎么搞到打开这牢笼的钥匙的，但是他知道这样出去的话，战玲玲和战灵童救他的事情肯定会被发现，只要败露，战玲玲与战灵童定然会受到严惩。楚风并不想牵连他们姐弟俩。恩公，这你就不要管了，快随我走吧。战玲玲焦急地催促道。那这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在你远古战族之中，可有仙袍戒灵师？楚风问道。仙袍戒灵师？没有啊，那种厉害的戒灵师，我们只是听闻过，怎么族中可能拥有？战玲玲一口否决，并且脸上还挂着迷茫之色，显然是不明白楚风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若是没有，那便好办了。楚风说话之间，盘钻下，双手急速变化，道结界之力便开始源源不断的自其体内涌现而出，最终竟在其身前化作一道身影。这道身影，无论是衣衫还是容貌，竟然都与楚风一模一样。这是看到此等情形，战玲玲顿时面露震惊之色。她看出来了，那应该是楚风用阵法所化。其实阵法所化的分身，她也见过不少，可是大多数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阵法所化。如楚风这般与本体一模一样的，简直从未见过，所以她有些难以置信，不由得问道：恩公，这莫非是你的分身？的确是我的分身，这分身具有我的气息，并且与我共享视听，我将其放在此处，便不会有人知道我离开。楚风说道。可是恩公，你怎么能够布置得出如此厉害的分身？还有你的结界之力好强，难道说你是仙袍戒灵师？战玲玲对楚风问道。楚风笑着点了点头。你竟然真的是仙袍戒灵师？恩公，你也未免太厉害了吧？你如此年纪，不仅拥有如此修为，居然还是仙袍戒灵师。此刻战玲玲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崇拜之色，甚至她已经被楚风的强大而弄得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此之前她真是不会想到会有一个比她年轻许多的人强大到这种地步。天下之大，比我强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楚风淡淡一笑，随后又布置一座阵法，很快的他便隐身开来。走吧，我这隐身阵法能瞒过五祖之下的人，可是若遇到你父亲，未必能瞒过去。楚风说道。好。战玲玲已经被楚风的种种手段被彻底惊呆，此刻不由自主的开始听从楚风的指挥。楚风说怎么做，他便怎么做。在楚风的指挥下，战玲玲自然没有带着楚风直接离开远古战族，而是带着楚风来到了他自己的住处中。战灵童也在战玲玲的住处内，因为他们姐弟俩的计划是战灵童引开护卫，战玲玲去解救楚风，并带楚风离开，而战灵童就在这里等他姐姐的好消息。姐姐，你怎么没有将楚风大哥送出去，反而带回了这里？父亲大人与诸位长老稳定族人情绪，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没有太多时间顾及楚风大哥，这是我们解救他的最好时机啊！若是错过这次，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走，我们现在就将楚风大哥送出去，万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战灵童见到楚风，不喜反忧，说话间就想带着楚风往出走。灵童，这件事是我的决定，不要怪你姐姐。楚风说道。楚风大哥，你为何不走？难道你想一直被困在此处吗？战灵童一脸不解。你听我说，现在你的族人情绪很不稳定，若我真的这样逃了，他们肯定会查出来是你们姐弟两个所为，而以他们现在的情绪，搞不好会大义灭亲，杀了你们二人。我楚风不能为了自己逃命而害了你们。况且现在你远古战族还面临着妖族这样的大敌，我还希望在这场战争中能够帮到一些忙呢。若是我就这样走了，岂不是什么忙都帮不到了？楚风说道。楚风大哥，你听得楚风这样的话语，莫说战灵童，就连战玲玲也是面容呆滞，眼中涌现出难以形容的感动。他远古战族恩将仇报，这样对待楚风，楚风不仅没有记仇，竟然还想着他远古战族的安危，这真是让他们非常的感动。楚风大哥，您真的是个好人，可是我的家族不值得你这样，我们配不上你的好。战灵童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竟已经闪烁泪光，这是做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楚风面带微笑，轻轻地拍了拍战灵童的肩膀，说道：你不要慌，其实我有一计，只要你们两个肯帮忙，不仅我能安然离开，也许日后我能帮你们化解妖族的危急。真的？听得此话，战灵童姐弟俩皆是神色一动。真的？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在他的笑容中充满了自信之色。楚风大哥，你说要我们怎么做？只要我们姐妹能够做到的，一定帮。战灵童说道。恩公，你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我们一定照办。战玲玲也是开口说道。随后楚风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战玲玲与战灵童姐弟俩。楚风布置的阵法的确厉害，那道分身，莫说战玲玲与战灵童看不出来，哪怕是远古战族族长也多半看不出来，并且那分身所看到的一切，楚风也能看到。楚风想说什么，便会自那分身口中而出。简而言之，楚风可以控制那道分身，但是如此厉害的阵法，自然也有缺陷，那就是楚风与那分身的距离不能太远。所以楚风布下那座分身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他不打算离开远古战族。楚风现在要做的是瞒天过海，用分身让所有人觉得他依然被远古战族掌控着，而自己的本体则要前往那悟道之地，他要去那里闭关修炼，最大程度上突破自己的修为。至于楚风说日后想帮远古战族化解危机，其实也是心里话，因为当初他曾看到过战海川修炼的画面，虽然只是画面，可楚风却也能够看得出来，这远古战族的悟道之地绝对非同小可。
除非他进不去，但只要他进去，他就会有着极大的收获。而楚风日后的修为，若真的能够战胜远古妖族，他一定会替远古战族解决妖族带来的危机。虽然远古战族今日的所作所为的确很不厚道，但他们毕竟没有真的打算杀掉楚风，只是不想自己的至宝被人带走。其实换个角度想想，也是情有可原。再加上楚风得到了远古战剑这样的强大秘籍，他其实也想补偿一下远古战族，毕竟远古战族与孔氏天族很不一样，至少相对来说，他们还是善良的。楚风大哥，你的意思是你要我们带你进悟道之地？听过楚风的计划后，战灵童不由得问道：“这个有难度吗？”楚风问道：“不难，这个一点也不难。其实悟道之地共有3层，第1层的最简单，大部分小辈都在那里修炼。可是修炼到半祖境后，就不会有太多的进步空间，所以在第1层修炼的人都是5帝境的人，第2层开始就会很难，那里是半祖境的高手修炼的地方。可是因为太难，很多人都无法在那里领悟到什么，所以半祖境的高手也几乎很少有人去那里领悟什么，而5祖境的高手更不会去那里，这导致第2层往往都是空着的。至于第3层，那就更难了，不仅很难了领悟，还有着强大的压力，天赋不够者根本都走不上去。除了战海川大人曾去过那里，我族这么久以来都没人能够再度踏上那第3层。所以现在悟道之地的情况是，第1层都是5帝高手，第2层几乎没人，第3层更是常年无人，也没人能够上去。这么来看，悟道之的反而是我远古战族内最安全的地方。楚风大哥，你真是太聪明了，竟然想到了那里。战灵童说道：“很好，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便动身。”楚风说道。随后，战灵童与战灵灵姐弟俩便带着楚风进入了悟道之的。楚风用隐身阵法将自己隐藏起来。又因此刻远古战族刚刚发生大事，远古战族族长以及众位高层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想着如何平复族人情绪，所以一路走来倒也没有发现楚风。楚风3人很是顺利地进入了悟道之的，这便是悟道之地。此刻楚风终于看到了当年战海川所修炼的地方为何模样。这是一座类似山峰一样的地方，共有3层，这里有着特殊的力量笼罩，不能够御空飞行，只能够通过盘山阶梯可以向上攀爬。而这山体之上刻着无数复杂的字体以及图案，身在此处，无需看着那些字体与图案，楚风都能够感受到那浓郁的修武之道的存在。楚风并未停留，而是直接走上了那盘山阶梯。他不想在此处浪费时间，直奔着悟道之地的第2层。这第2层的视野并不如第1层那么宽阔，面积也小了很多，可此处的修武之道却更为浓郁了。然而楚风并未停留，而是将目光看向了通往第3层的阶梯。楚风隐约觉得当初战海川所闭关的地方应该是那第3层才对。楚风大哥，第2层很少有人来，你在这里修炼就可以。是啊，恩公，第3层的压力很大，常人难以承受，很多人刚刚踏上那阶梯就受伤了。战灵童与战灵灵姐弟俩同时开口，他们都是发现楚风想要继续攀登，害怕楚风受伤，所以才开口劝阻。此处很少有人来，可终究还是有人来，我不可能一直用隐身状态在此处修炼，万一哪一天你们的父亲或者你们的爷爷来此，他们发现了我，那我可就惨了。更何况此处的修武之道对我的帮助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无论怎么看都是那第3层更适合我。楚风说道。只是楚风大哥，那阶梯上的压力真的非同小可，越是往上压力越大。不瞒你说，我父亲已算是我远古战族近3万年来天赋最好的一个，可是当年他刚刚走到那阶梯1/3处的时候，就被那压力压迫得七孔流血，身负重创，险些丧命。战灵童对楚风说道：“放心，我有分寸。”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走向了那阶梯。楚风大哥，可就在这时，战灵童却又忽然开口：“怎么了？”楚风回头问道：“楚风大哥，我想要看看你是如何走上去的，所以你能否解开你的隐身结界？”战灵童问道。此处只有你我3人，自然没问题。楚风淡淡一笑，说话之间，他的身影已是浮现而出，随后便继续向那阶梯走去。此刻，战灵童与战灵灵姐弟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二者的目光之中有着浓郁的担心，却也有着不可掩饰的期待。毕竟，那可是远古战族自古以来唯有战海川可以征服的地方，而楚风也显然不是寻常之辈，不仅修为强大，结界之术更是让他们姐妹2人赞叹。所以，他们也在想，楚风真的能够征服吗？若是他可以做到，那岂不是说是他有着与战海川一样的天赋？那今日他们姐弟俩也可谓是见证了一场奇迹的发生。所以他们姐弟俩此刻都很希望楚风能够成功。在2人的注视之下，楚风踏上了那阶梯。果不其然，踏上阶梯那一刻，楚风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压力。然而这股压力对楚风来说却并不受影响。楚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步的向上走去，一路走来很是轻松，很快便走过了当初战灵童与战灵灵父亲当初所身负重创的地方。楚风大哥，他好厉害！想一想，当初自己的父亲在那里被压迫得七孔流血，身负重创，可是楚风此刻不仅走了过去，竟然还面色不改。他们2人就已经意识到楚风的厉害，并且很快的，楚风就走过了那阶梯1/2的路程。尽管那压力的确在逐渐上升，可却依然无法阻止楚风。但是楚风却并未一直如此顺利。当快要走过2/3的时候，楚风的脚步也是变得越发沉重，身上开始冒汗。而当楚风走到2/3的时候，他已是汗如雨下，渗透衣衫，甚至连脚步都在颤抖，每踏出一步都很是艰难。这第3层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登上去的啊！此刻，楚风不由苦笑起来。此时此刻，哪怕是他，也意识到想要登上那第3层，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压力正在急剧增加，每踏上一个阶梯都会增加许多。这样的压力当真是超乎想象的。说句实话，此刻哪怕是楚风也没有把握就一定能够登上这悟道之地的第3层。然而楚风并未放弃，咬紧牙关继续向上攀登。可是很快的，楚风不仅是双腿发抖，他浑身上下都开始发抖，甚至他感觉自己的头脑有些晕眩，视线也是变得模糊，耳朵也是嗡嗡作响。他已经很难向上攀登，因为他连站都有些站不稳了。楚风大哥，你快下来吧，不要再坚持了。忽然战灵童的传音映入楚风的耳中，战玲玲更是用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裙摆，眼中同样满是担心。尽管那山峰很高，可是他们却能够看见楚风的眼睛、楚风的鼻子、楚风的耳朵都开始流血，这说明楚风已经出现了与他们的父亲当初一样的症状，并且楚风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晃。显然楚风已经支撑不下去了，这阶梯的压力已经到了楚风难以承受的地步。可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艰难地迈出了脚步。可是楚风的脚还未落稳，便突然一滑，楚风竟顺着那阶梯翻滚下。楚风大哥，恩公！见此一幕，战灵童与战玲玲二人顿时大惊，都急坏了。可是他们二人又根本无法登上那阶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干着急。然而当楚风顺着阶梯跌落到阶梯一半之处的时候，压力减小，竟一把抓住了阶梯，稳了下来。见楚风稳住，战灵童与战玲玲才猛拍胸脯，纷纷松了一口气。可是他们脸上的情绪刚刚有所缓和，便又再度变得紧张起来。楚风站了起来，可并没有顺着阶梯走下，而是在擦拭一下嘴角的血液之后，竟然又再度向上走了过去。楚风大哥，你不要勉强自己，那压力非同小可，搞不好你会因此丧命的。见楚风竟然没有放弃，战灵童不由再度劝阻起来。然而楚风却没有理会战灵童，而是继续向前前行。很快的，他又来到了先前跌倒的地方。这一次楚风有所准备，并未急着向前踏出这一步，而是缓和许久，稳定自己的气息，适应此处的压力。当他觉得已经可行之后，才踏出这一步。他成功的走了上去，可是这股压力却再度将他逼得七孔流血，身体再度瑟瑟发抖，再度回到了先前跌倒时候的状态。而此刻楚风所在的地方，距离那阶梯的尽头还有一定的距离，身在此处已是如此艰难，而上面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强，所以无论怎么看，他都是无法成功登顶的。楚风大哥，我求你了，不要再逼自己了，你不知道那阶梯究竟有多恐怖，他真的害死过很多人，我父亲的伤算是轻的。眼见着楚风是要以命相搏，战灵童急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在他看来，楚风天赋极好，就算不登上悟道之地第3层，也会有着极好的前程，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冒险，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灵童，我问你，当初战海川前辈登上这阶梯的时候是何情形？楚风忽然虚弱的开口。战海川大人，他当年登上那第3层的时候好像很是轻松。战灵童说道。那么自打你们的先祖建造这悟道之地以来，除了战海川前辈，可还有人登上过第3层？楚风再度问道。没有，战海川大人是唯一一个，莫说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登上过第3层，就连楚风大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没人能够登上去。所以楚风大哥，你已经很厉害了，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战海川大人最厉害的人，能做到这一步，你已经非常了不起，根本没必要这样逼自己。战灵童说道。灵童说的没错，恩公，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没必要再勉强自己去冒这个险。战玲玲也是劝道。在他们看来，楚风继续前行，就算不死，怕也是要身负重创，那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你们恐怕是被骗了。楚风笑着摇了摇头。被骗？战灵童与战玲玲神情一致，目露不解之色。倘若在我之前只有战海川前辈走到过这里，那么他当年便绝不会是轻松的登上了第3层。楚风说道。楚风大哥，此话怎讲？战灵童与战玲玲几乎同时问道。此处有血迹，尽管时隔多年早已干枯，可我还是能够看得到那血迹，这血迹延绵而上，直达那第3层。楚风说道。这么说来，战海川大人他当年也受那压力所迫，曾负重伤。战灵童与战玲玲很是惊讶，毕竟从小到大他们所听闻到的战海川那都是非常完美的。战海川一生以来从无败绩，哪怕是这无人能够登上去的阶梯，他也是轻松走过。但是现在依照楚风所说，战海川的事迹并未属实，至少他没有轻松的登上这阶梯。灵童，这里的血迹无法确定就一定是战海川前辈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修武一途就是逆流而上，你若退缩便很难变强。此刻这阶梯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道阶梯，它更是一条路，一条通往强者的道路。也许它不是通往强者的唯一道路，可是我不想浪费时间再去寻找其他的道路，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战胜它，这是修武者该具备的勇气。说完此话，楚风便又踏上了一步。这一层阶梯压力明显又变强了许多，但是这一次楚风身上的颤抖并未加重，他竟然承受住了。楚风大哥，你……战灵童被楚风的行为弄得目瞪口呆，他已经被楚风所惊呆了，并不是楚风的那番话，而是楚风此刻所表现出的意志力，那是不屈不挠、不轻易放弃的意志力，这是对于修武者来说极为珍贵，可是偏偏大多数人都没有的意志力。楚风每踏一步都休息片刻，逐渐适应那压力，他竟真的一步一步的登上了第3层，成功了。楚风大哥，他竟然真的成功了。姐姐，你看到了吗？楚风大哥他成功的登上了悟道之德的第3层，那可是唯有战海川大人才登上过的第3层啊！战灵童兴奋不已，
就如同登上第3层的是他一般，那叫一个高兴。看来天才不仅是靠天赋，更多的还是要靠努力。战玲玲的眼中也充满了惊骇之色，与此同时，她的一双小拳头也是握得更紧了，因为她忽然意识到，她不仅天赋不如楚风，竟然连努力也不如楚风，这也就活该。她比楚风多活了那么多年，却比楚风弱上这么多。楚风已经登上了第3层，而当他踏上第3层的时候，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恐怖到随时可能将他压迫到肉身与灵魂同时爆炸的压力消失了。这一路走来，当真是不容易。可是当楚风看着眼前这与当年战海川闭关修炼之时一模一样的地方，感受到此处那隐藏于墙之上、土地之中，甚至空气之内的修武之道，楚风便觉得一切都值了。楚风，你成功了！先前你看东西都模糊了，我真担心你再滚下来。想不到这阶梯竟然这么难走，哪怕连你也是险些失败。女王大人也同样喜出望外，因为先前她也是深深的为楚风捏了一把汗。此刻楚风则是回头观望，看来一眼他来时的阶梯，此刻那阶梯上还残留着血迹，那是楚风的血，虽然血迹不多，可却落在了每个台阶之上，所以一眼看去便知道这阶梯是楚风踩着自己的血所走过来的。看着那阶梯，楚风内心感慨万千，可是忽然间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道：强者之路从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但是我喜欢这条路。楚风站在这第3层的边缘，向下观望，眼中尽是感慨，而下方的战灵童与战玲玲也能隐约间看到楚风的身影，眼中却充满了崇拜。在他们看来，楚风已经不是寻常的人，更像是一位神。忽然，楚风的右手握紧，道金芒顺着手指的缝隙隐隐溢出。当楚风的右手张开的时候，一道圆形的令牌便出现在了楚风的掌心之中。楚风将令牌丢下，竟顺着阶梯翻滚，一路狂奔，最终落到了第2层。这时，战灵童捡起令牌，面露不解之色：灵童，收好这块令牌，若是日后妖族来犯，将这令牌捏碎即可。我楚风无论是何修为，一定出手相助。楚风说完此话，对战灵童与战玲玲淡淡一笑，便转身离去。战灵童与战玲玲已经看不到楚风的身影，因为他们看不清那第3层。楚风来到这悟道之地的第3层，选择了一个与战海川相邻的位置盘坐而下。战海川前辈，就让晚辈来感受一下您当初所感受到的一切吧。说完此话，楚风便闭上了眼眸，专心感悟此处的一切。而悟道之地的第3层并没有让楚风失望，这里的确蕴含着极强的修武之道，虽然此处的修武之道隐藏得很深，很难别人挖掘出来，更是很难领悟，可楚风却有信心将他们尽数领悟。所以楚风沉下心来，决定在此修炼，在修炼到满意境界之前，他不会离开此处。而当远古战族族长会议结束之后，便立刻知晓了战灵童与战玲玲引开护卫骗取牢笼钥匙的事情。本来怒火冲天的族长想要严惩自己的儿女，可当他赶到牢笼，发现楚风依然关在牢笼之内后，顿时怒火全消。毕竟在他看来，他的儿女并没有真的做出出格的事情，最多就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当然他并不知道，其实牢笼之内的楚风不过是一道分身罢了。楚风的真身正在他远古战族悟道之地的第3层闭关修炼。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已经过了2年时间。这2年间，远古战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去找到楚风，劝楚风将远古战舰还给他们，但因为楚风一直拒绝，所以他们去找楚风的次数也是变得越来越不频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远古战族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杀掉楚风，他们想的是，若楚风真的不肯将远古战舰交出，那他们最多一直软禁楚风。当然，他们始终不知道，他们一直囚禁着的只是楚风的分身而已。不过这2年之间，远古妖族与远古战族的战争也是越来越激烈，而眼下远古妖族集结所有战力，向远古战族发动了最后的攻势，意图将远古战族彻底摧毁。天昏地暗，战火纷飞，这场战族与妖族的最后战役终于打响。天地之间不仅有雷鸣般的轰鸣，还有大地的塌陷之音，以及众人惨烈的哀嚎的惨叫，以及痛哭的声音。远古妖族大军由远古妖族族长亲自开路，在将远古战族的大阵破开之后，便一路势如破竹，已经杀到了远古战族的总部。今日就是你远古战族的末日。远古妖族之中，一位散发着五品五祖气息，手握一把黑色巨斧，身高3米有余的壮汉，正在仰天长啸，同时肆无忌惮地虐杀着远古战族之人。这位实力太强，战族之中竟然没有一人能与他抗衡。而这位凶悍的妖族之人，自然便是远古妖族的首领。忽然之间，一道鲜血溅起，这让战族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是战族族长，他受伤了，被人洞穿了胸口，鲜血直流。而击败他的，竟然不是妖族族长，而是妖族的另外一人，那是与战族族长一样，拥有4品5祖修为的高手，真是废物，连我的部下都打不过。看来今日根本不用我出手，你战族就要被灭。妖族族长发出了讽刺的声音：妖族小辈，休要猖狂！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怒吼猛然传来，震动的众人心神一颤，一道老者的身影已是凭空而现，出现在了妖族族长身前。只见这位大袖一挥，一阵劲风便席卷而去，竟硬生生的将那位先前将战族族长打伤的妖族高手给轰退开来。爷爷大人，看到这位远古战族的众人都如同看到了救星一般，因为这位老者正是远古战族那闭关已久，也是远古妖族一直忌惮的存在，战族族长的父亲战灵童与战玲玲的爷爷，那位掌握着3大秘籍之一远古战斧的存在。战元墨，战元墨，你没用啊！我给予了你这么久的时间，你居然还是未能突破，依然是4品5祖。然而
看到战元末之后，妖族族长的惊讶也只是存在了一瞬间，很快的他的眼中便只剩下了轻蔑，因为身为五品五祖的他已经发现战元末闭关这么久，修为依然只是4品五祖而已。之前远古战族放出消息说战元末早已突破到了5品五祖，这才让他们妖族忌惮，迟迟不敢与远古战族进行最后的生死之战，而这一拖便是足足2年。但是这2年间，他们却并未发现战元末出现，战族也没有反攻妖族的动作，这便让他们产生了怀疑，最后断定战元末根本就未突破，所以他们才发动了这场战争。而现在更是证明了他们的猜测是对的，这不免让妖族族长以及妖族众位将士有些得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战元末还是4品五祖，那么今日这场战争很可能就是他们远古妖族与远古战族的最后一次战役，而他们胜利的希望极大。只要有老夫在，你们就休想在我战族之内撒野。战元末手腕转动，竟也有着一把大斧头出现在了手中，此斧为铜色，如同黄铜打造一般，可却无法影响他那强大的威势。这是一件祖兵，一件真正的祖兵，而这件祖兵出现在战元末的手里，更是散发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4品五祖，你凭什么与我斗？今日就算你与你儿子联手，也都要死在我的手中。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战元末，妖族族长却是丝毫不惧，他手中的黑色巨斧猛然挥动，一道暗黑色的光刃便横扫虚空，正面向战元末逼迫而去。那黑色光刃一经出现，远古战族众人皆是面如死灰。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而当妖族族长这次出手之后，他们都意识到，哪怕是他远古战族最强的战元末，也不是妖族族长的对手，毕竟对方可是一位5品五祖，在修为上比战元末足足高出了1品，凭什么和你斗？老夫就凭他。然而面对远古妖族族长的攻势，战元末竟然也是面色不改，他右手紧握祖兵，左手竟然化掌，对着正面袭来的黑色光刃猛然轰出。下一刻，一声钢铁交织般的声音传来，那黑色光刃竟然被硬生生的击退开来。与此同时，金光四起，一把长达100米的金色巨斧便出现在了半空之上。那金色巨斧一经浮现，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也是随之而现。此刻战元末的气息竟然已经丝毫不弱于远古妖族族长。秘技远古战斧。此刻莫说远古妖族的其他人一脸呆滞，就连远古妖族的族长也是神情大变。其实他突破到5品五祖已经不止2年时间，但迟迟不敢攻打远古战族总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忌惮战元末所掌握的秘技远古战斧。而今日远古战斧一经出现，那气息果然是非同小可，霸气非凡，舍我其谁。抛开战元末不谈，单说那远古战斧的气息就已是恐怖如斯。远古妖族的众人一时之间竟都心生惬意，纷纷退了回去。远古战斧的威力你们也许并未领教过，可你们的先辈应该与你们说起过，现在你们知难而退，我还能考虑放过你们一马，否则休怪老夫大开杀戒。战元末因沉着老脸，冷声说道，这2年间你一直闭关，不敢与我一战，便已经说明你的心虚。妖族族长说道，我若真的催动远古战斧，就算牺牲我命也能够将你斩杀。战元末说道，是吗？那就让我来见识一下你这远古战斧是否有着那传说中的力量。妖族族长冷笑一声，随后眼中便涌现出了浓烈的杀意，兵指前方，高声喝道，妖族众将听令，今日一战，不是战族灭，便是我妖族亡，给我杀！杀！下一刻，远古妖族的众位强者也是如同得到了死令一般，一个个的不仅惬意减退，更是战意暴涨，浩浩荡荡，疯了一般，再度向远古战族的大军捕杀而来。那股气势就如同今日必须要将远古战族灭掉一般，给我杀！而远古战族也是不甘示弱，浩瀚大军怀揣必死决心，为了争最后一口气，为了远古战族的荣耀，今日是要与妖族决一胜负，定下生死。眨眼之间，远古战族的大军便与远古妖族的大军厮杀在了一起。不行啊，姐姐，这样不行，我远古战族这2年来兵力大减，根本不是妖族对手，而爷爷就算凭借远古战斧真的能够斩杀妖族族长，可他也定会丢掉性命的，到时候我战族还是不敌妖族，还是难逃败局。战灵童慌张地对战玲玲说道，不用你说，我也看得清眼前的局势。战玲玲的脸色也同样很不好看，我们去找楚风大哥吧，他说过妖族若是侵入，我们就可以叫他，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战灵童说话间将一道圆形令牌拿了出来，那正是2年前楚风交给他的令牌。看到这块令牌，战玲玲也是神色一动，他仍然记得2年前那个年轻人登上悟道之的第3层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内心仍会为之颤抖。毕竟那年轻人不仅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征服了第3层，依靠的还有那坚不可摧的意志力。楚风可谓是他现如今最敬佩的人，甚至有着超越战海川的迹象。毕竟战海川再强，也都是种种神话，他从未真正的见过。然而楚风的本事，他却是实实在在见识过的。楚风在他心中有着无法代替的位置。可是哪怕如此，战玲玲便还是摇了摇头道，楚风加入的确会成为我远古战族的一大战力，可是眼下最难缠的却都是5祖级的高手，面对那样的高手，楚风加入也定是不敌。我们若真的去叫了他，等于是害了他，与其叫他送死，还不如让他继续闭关。因为就算远古妖族能够灭掉我战族，可也无法踏入悟道之地的第3层。以楚风的天赋，终有一日他能够战胜远古妖族，替我战族报仇。战玲玲说道。听到战玲玲这一番话后，战灵童也是觉得很有道理。的确，楚风再强，可2年之间又能有着怎样的进步？
若是楚风现在乃是五祖强者，他信；可要说楚风能与妖族族长那位五品五祖一较高下，他自己也不信。这个时候，虽然是他远古战族生死存亡之际，他很想有人能够帮远古战族，可是叫楚风下来又能如何呢？还不是白白送死。想想楚风的有情有义，他越发觉得自己不能自私自利，那手中的圆形令牌便悄悄地缩了回去，准备放入怀中。然而就在此刻，天空之上忽然传来了一声惨叫，与此同时，一道鲜血也是倾洒而出。爷爷！见此一幕，战灵童与战灵灵顿时满面的担心与心疼，是他们的爷爷战元墨。战元墨此刻竟然已经负伤，整个左臂都被斩切下来。虽然战元墨很快便用特殊手段再度凝聚出一条手臂，可是那鲜血却并未抹去，而最无法抹去的却是他被妖族族长斩掉手臂的事实。你说了，妖族族长盯着战元墨，很是自信地说出了这句话。一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痛不痒，胜负未定。战元墨不服输地说道。妖族族长眉毛轻挑，随后说道：你确定吗？自然确定。战元墨显然不服，左手摆动，便想再度出手。可忽然之间，战元墨一口老血喷洒而出，面露无比痛苦之色，随后竟然半跪在了虚空之上。这一刻，他的脸色变得惨败，气息也是变得极弱，一张老脸之上布满了吃惊之色，因为他惊愕地发现，他所施展出的秘籍远古战符竟然也正在减弱。怎么会这样？莫说战元墨不解，就连远古战族的其他人也同样是一脸的不解。那一击明明只是皮外伤，如同战元墨这样的高手根本不会受到影响才对。你以为我先前的一击只是寻常的一击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我先前所施展的乃是专门克制你那远古战符的秘籍。妖族族长得意地说道。你在吓唬谁？天下间就没有能够克制远古战符的秘籍，并且我也从未听过你妖族有过什么秘籍。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卑鄙手段，伤了我的父亲？远古战族族长愤怒地质问道。他并不相信妖族族长所说的话，以前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你现在可以不信我说的话，但是当我说出这秘籍的创造者，你就一定会信了。我这秘籍名为克敌斩，乃是我族先辈妖形大人用毕生精力所创。妖族族长得意地说道。妖形？竟然是妖形！听着这两个字，远古战族的众人也都是目露不安与惶恐。妖形的确是1号人物，那是与战海川同时期的超级天才。当初若不是远古战族出现了战海川，那么以妖形的本事，早就让远古战族荡然无存了。虽然妖形最终被战海川击败，并且被战海川废除了修为，郁郁寡欢之下，没过几年就死去，但是妖形的大名依然深深地烙印在远古战族众人的心中。他们都深知妖形的厉害，这样的秘籍若是其他人所创，他们还不信；可若是妖形所创，他们真的会信，因为妖形有这样的本事，只要被我那秘籍击中，你便无法继续催动远古战符。只要继续催动，你便会受到反噬，催动的越力气越大，所遭受的反噬便越强。你现在若要执意催动远古战符，单单是反噬就足以将你置于死地。所以接下来你已经无法再施展远古战符，而没了远古战符，你要拿什么来与我抗衡？你远古战族今日注定要灭！妖族族长说道。猛然间，战元墨发出一声刺耳的怒吼，与此同时，他左掌轰出，想要再度催动远古战符。可是这一次如同先前一般，很快的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而下一刻，他的身子一歪，竟自半空坠落而下，连御空之力都已丧失。父亲见状，战族族长赶忙飞掠而起，将战元墨接住。只是此刻的战元墨气息比先前还要虚弱，连手中的祖兵都握不住，已经彻底失去了战力。哈哈，远古战符3大秘技，原来只是一个笑话。战元墨早知你如此不堪一击，我又何必等上足足2年？妖族族长的笑声震耳欲聋，然而落在战族众人耳中，却是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穿了他们的内心，刺穿了他们的自尊，以及最后的希望。此刻，远古战族众人，包括他们的族长，都是面如死灰。他们知道，若是连战元墨都败了，那他们今日的确是灭了。可恶，不能就这样等死！然而，就在所有人都绝望之时，战灵童却是发出了一声怒吼。这声怒吼被所有人都听见了，无论妖族还是战族之人，都有人向他投去了目光。但是在他人看来，战灵童的这声咆哮只是想要激励人心。可是这种时候说这种话又有什么用？所有人都把战灵童当做了一个笑话。可是并没有人注意到，在战灵童发出那声怒吼之前，他就已经将手中的圆形令牌给捏成了粉碎。此刻，遥远的远古战族最深处，在那悟道之地的第3层，一双眼眸已是猛然睁开。妖族终于来了吗？一声感叹之音传来，这位缓缓站起身来，将目光投向了战场所在的方位。是楚风。楚风的气息还在9品半祖，与2年前一模一样，只是此刻的他，无论是神态还是目光，都与2年前全然不同。若非要形容，那便是自信。此刻的他，相比于2年前，自信100倍。就在此刻，妖族族长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不解的举动，他竟然跪在了半空之上，并且双手举起祖兵，仰视天空，随后叩头：妖形大人，您老未能完成的宏图大愿，今日晚辈替您完成了。妖形大人，您老若是在天有灵，便请睁开眼，我希望您能够见证我妖族灭掉战族的伟大时刻。说完此话，妖族族长便站起身来。此刻的他眼中再度充满杀意，看到妖族族长的目光，远古战族众人都是心如死灰。在他们看来，他们远古战族的结束已经降临。此刻的他们很不甘心，不甘心的时候，无数人在心中期望着有人能够来救救他远古战族。可是就连远古战族的最强秘技远古战剑都不在了，还有什么存在能够救他们呢？这是一种奢望，一个不可能的奢望。远古战族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才很绝望。
一时之间，许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兵刃，放弃了抵抗。他们闭上眼睛，在做等待，竟是在等死。果然是废物！看着这样的远古战族，妖族族长脸上的得意越来越浓。给我灭掉这群废物！忽然，他一声号令落下，杀！而下一刻，远古妖族众人也举起手中的兵刃，想要大开杀戒。我看谁敢！可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如同惊雷一般，自远处炸响。这一刻，莫说远古妖族众人，就连战族众人也都是纷纷一愣。那声音浑厚无比，并且霸气非凡，显然不是寻常人能够发出的。尤其是那个声音，竟是自远古战族深处传来，更是让人们意识到这是远古战族的帮手。何人？远古妖族族长眉头微皱，凝声问道：“楚风。”那道声音再度传来。楚风。听到这句话，远古妖族一个个面露不解，可是远古战族众人可就是失望透顶。楚风是谁？他远古战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虽然是一个天才，却也是一个他远古战族的囚犯而已。这一刻，远古战族的许多人不免露出了苦笑。他们先前听到那声音的时候，居然真的指望着那个人能够救他们。可是只要想一想，他们居然指望着被自己囚禁的人救他们，他们当真是觉得自己很是可笑。楚风，楚风是什么人？妖族族长问道。因为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我是谁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们现在退下，我会只废掉你的修为，留下你的狗命。但你若不听我劝，我便只好杀了你。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杀我？哈哈，笑话，真是笑话！连战元末都被我击败，战族之中还有谁是我的对手？远古战族，我真是服了你们！你们就只会虚张声势，来吓唬人吗？妖族族长疯狂地大笑起来。在他看来，楚风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如今的战族之中，根本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看来你是不准备退去，是要受死了。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此刻，战族众人一个个非常无奈，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居然也这么能吹牛。杀妖族族长，一个连他们战族族长都斗不过的人，凭什么杀妖族族长？至于妖族族长，此刻则是笑得更为大声道：“来啊，杀我！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你杀了我。”哈哈，他的这番话是笑着说的，其中充满了讽刺、轻蔑。好，那我便成全了你。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下一刻，天空之上便传来了无比刺耳的轰鸣，以及绚丽夺目的光彩。那是这一刻，凡是将头抬起，目光投向天际之人，无论妖族还是战族，无论是何修为，无一不是神色大变，目露惊恐之色。九天之上，雷云密布，无数道九色雷电在天空盘旋奔腾，每一条雷电都似是一条巨龙，每一条都散发着难以估量的气息。那气息压迫的人们喘不过气，仿佛一块无边巨石压在了他们的心头，压迫了他们的灵魂，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反抗的气力。在这样的气息面前，他们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是何其渺小。那是什么东西？望着天空上的一切，所有人的眼中都透露出了绝望。然而就在此刻，那九天之上，九道神雷交织在一处，如同一条九彩雷龙自九天之上劈落而下，大地被照得通明，被九色光华所覆盖，被滔天神威所笼罩。见此一幕，无数人被吓得瘫坐于地，瑟瑟发抖，已经丧失了支撑身体的气力。倒不是说那威压将他们压迫所指，而是他们纯粹被吓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样恐怖的雷霆只要劈落而下，就一定是必死无疑。有生以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力量，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要落下，只能等死。终于，那九彩雷龙劈落而下，落入了远古战族的深处，可是并没有造成惊天动地的破坏，就如同凭空消失了一般。所有人都是安然无恙。什么情况？众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眼中涌现出迷茫与不解之色。在他们看来，那样恐怖的雷霆落下，就算不将整个战族古域摧毁，但至少能够将他们这些人尽数抹杀。但是现在落下后，居然一点破坏都未造成，这让他们很是无法理解。而过了片刻之后，又有一道雷霆自那九天之上劈落而下。这一次的雷霆并非是九色交织，而是其中一道而已。可是这一道雷霆竟然比先前9道雷霆交织在一起还要粗壮，威势更加凶猛，甚至变强了几倍。然而这一道雷霆却也如同先前一样，落在了相同的地点，并且同样没有造成声响。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更加迷茫了，被弄得不知所措。然而紧接着2道雷霆、3道雷霆、4道雷霆、5道雷霆、6道雷霆、7道雷霆依次落下，声势一次强过一次，威势一次比一次凶猛，可是结果却都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每次落地之后都凭空消失。这样一次两次倒还好，接二连三的竟然直接来了8次，这让战族与妖族的人很快就明白，那雷霆威势虽强，但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奇怪，为何足足8次雷霆都落在了同一个地点？妖族族长此刻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虽然那雷霆并未造成破坏，可那威势依旧让他发自内心的感到畏惧。他很想明白这雷霆从何而来。族长大人，那雷霆落下的方向好像与先前那个楚风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样。一位妖族之人说道。还真是，莫非那雷霆是那个楚风引起的？妖族族长陷入沉思，眼中隐隐间涌现出不安。怎么可能？他会有那种本事？依我看，若非要解释，更不如说他是吹牛皮，引得天神不悦，所以才被雷给劈了。妖族之人笑嘻嘻地说道。吹牛遭雷劈吗？你的想象力还真是不错。然而就在此刻，楚风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楚风的声音很近，并且伴随着那声音的出现，楚风的身影也是出现。他脚踏虚空，正一步一步的向远古妖族与远古战族的战场走来。楚风，真的是楚风？他怎么逃出来的？见到楚风，相比于远古妖族之人，
远古战族众人反而更加慌张，因为在他们看来，楚风不可能从那牢笼里逃出来才对，而楚风只要逃出来，显然会对他们不利。但是楚风却并未理会远古战族的众人，而是一步一步从他们身旁走过，最终竟站在了远古战族的最前端，停了下来。小子，你是谁？可是战族之人？妖族族长凝声问道。他并没有轻视楚风，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个年轻人站在他的面前，他竟看不透对方的修为。现在跪地磕头，我留你一句全尸。楚风对妖族族长说道。妖族族长神色大变，楚风没有回答他也就算了，可他万万没想到，楚风这一开口，竟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大言不惭，竟敢与我族长这般说话，看我不割了你的舌头，撕烂你的嘴！一位妖族之人暴怒无比，手持兵器便拔空而起，携带滔天杀意，直奔楚风飞掠而去。然而他还未靠近楚风，便如同撞到了无形的墙壁一般，不仅口吐鲜血，更是身负重创，随后如同断弦的风筝一般，自空中跌落而下，生死不明。见此一幕，无论是妖族之人还是战族之人，皆是神色大变，因为先前对楚风出手的那位妖族之人，好歹也是一位一品无祖。最重要的是，先前楚风明明动用了气息，可是在场之人竟依然无法感受到他的修为。但能够确定的是，这个最多30岁的年轻人，显然具备着强于一品无祖的实力。可是这样的年纪，达到无祖就已经很少见，能够碾压一品无祖，更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你到底是什么人？远古妖族族长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不仅只有凝重，竟然也涌现出了一抹忌惮。我给过你活命的机会，但是你没有把握，所以你今日注定要死在这里，死在我的手中。楚风淡淡的开口，完全无视妖族族长的问题，只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这样的楚风，并没有让人感觉狂妄，相反，只能感觉到他那股舍我其谁的霸气。姐姐，楚风大哥，他简直太帅了！战灵童都被楚风的气度所迷惑，而战玲玲更是小脸通红，目不转睛地盯着楚风，眼中充满了崇拜与爱慕。敢做敢当，恩怨分明，天赋又如此之强。敢问，这样的楚风，有多少女子能够不被他所迷住？你未免欺人太甚。而此刻，妖族族长则是面露怒容。身为妖族族长，身为当今这战族古域之内最强之人，他觉得他的尊严和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此刻，他必须出手，用他那强大的实力来挽回自己尊严，挽回自己的一切。他手持祖兵巨斧，直接向楚风发动了攻势，一道暗黑色的斩击劈砍而出。他并没有施展全力，相反连武技都没有施展，只是寻常的一道斩击而已。他不过是想要试探一下楚风。然而哪怕如此，那5品无祖的实力逆战4品的战力，依旧让他成为了这个天地间最强的主宰。此斩击一出，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这一刻，远古战族的众人皆是闭上了眼睛，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楚风会挺身而出，为他远古战族出头。正因楚风如此仗义，他们才不想亲眼看到楚风被轰得尸骨无存。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发出一声轻哼，当那轻哼响起之时，楚风身前的空间开始变得扭曲起来，紧接着妖族族长那黑色的斩击便落入那片空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消失不见。妖族众人目光大变，他们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强大。楚风少侠他，而战族的众人更是又惊又恐，神色异常古怪。毕竟在此之前，楚风一直是他们的阶下囚，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阶下囚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能够一动不动便挡下妖族族长的攻势。要知道，那可是妖族族长5品无祖，他远古战族没人能够抗衡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存在所发动的攻势，竟然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被楚风挡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此刻楚风的修为依然没有暴露，这对在他们看来就实在太不可思议，实在太过可怕了一些。这个年轻人是何许人也？是我族之人吗？战元墨对其身旁的战族族长开口问道。父亲，楚风并非我远古战族之人，他来自百炼凡界。远古战族族长说道。竟是来自百炼凡界，难怪会如此厉害。这是我远古战族的客人吗？太好了，今日我远古战族有救了。战元墨甚是高兴，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此刻的战族族长却是欲言又止，脸上布满了愧疚与自责的神色。而在他身后的众位长老也几乎全都如他这般，毕竟他们很清楚，楚风来到远古战族2年了，可这2年之间并未享受贵客待遇，反而成为了阶下囚。最重要的是，在关押楚风之前，楚风还救了他们所有人一命。他们非常清楚，那事情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是人。事到如今，他们也是真的后悔了。